ว่าไม่แค่พูดบิวคุงลุงข้างหลังข้างหลังข้า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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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续航焦虑这个词儿对于纯电汽车用户来说一点都不陌生。很多人都说想买电动车，但一想到它的续航里程，心里就没底，怕半路电量告急，找不到充电桩。所以，纯电汽车的续航得达到多长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焦虑？这事其实没有一个万能答案，因为它涉及到很多因素。但我们可以从几个常见的使用场景出发，好好聊聊这个问题。首先得看大家的日常通勤需求。根据调查，普通人每天的上下班通勤距离大多在30到50公里之间。按这个标准算，如果一辆车的实际续航有300公里，那么1周的通勤是妥妥够用了。甚至有些人可能2周充1次电就行，这听起来是不是就挺方便了？但现实中呢，很多人依然觉得300公里的续航不够。为什么？因为续航焦虑不仅仅是电池容量的问题，还涉及到充电的方便程度。大家担心的不只是车能不能跑这么远，而是如果电量快用完了，充电是否方便，时间是否够快。这种不确定性让人更倾向于选择续航长一点的车，给自己留点心理安全感。日常通勤之外，大家对车的需求其实还有周末郊游、假期出行这些场景。想象一下，周末带家人去一个300公里外的景点，来回600公里。如果车的续航只能跑300公里，那路上就得充1次电，还是有点麻烦。如果续航能到500公里，那至少可以轻松往返一些中近距离的地方，不用担心电量问题。而且很多人不喜欢中途停下来充电，尤其是长途自驾时。如果续航能超过500公里，那种一口气跑到目的地的自由感，就能让驾驶体验大大提升。所以500公里的续航算是一个让人安心的及格线。再说说长途旅行，对于喜欢开车长途自驾的人来说，续航短的电动车简直是折磨。举个例子，从北京到上海，单程1200多公里，如果车的续航是400公里，那你至少得中途充电2到3次。而且高速上电动车耗电快，实际续航可能只有300多公里，这让充电变得更加频繁。如果车的续航能达到800公里，那长途旅行就没那么焦虑了，一次充电基本能覆盖大部分高速上的单日行程。尤其是遇到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少、排队时间长的情况，有更长的续航可以大大减少不必要的中断。800公里的续航不仅在心理上让人放心，还让电动车在长途场景下更接近燃油车的使用体验。再聊聊大家常提的一个问题：冬天续航缩水，电动车天冷了续航打折，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。在零下10几度的环境里开空调、加热座椅，电量掉的那叫一个快。比如一辆标称续航500公里的车，可能实际跑不到300公里，这对北方用户来说确实是个麻烦。为了应对这种情况，车企通常会预留一部分冗余，但用户心理上还是更倾向于选择标称续航更长的车型。毕竟冬天开车，大家不希望在寒风里等充电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标称续航得达到800公里以上，才能确保在寒冷天气下，实际续航依然在400至500公里之间，让人用着更踏实。再长的续航，如果充电不方便，也还是让人焦虑。想想看，燃油车为什么没人担心没油？因为加油站随处可见，加油又快。电动车想要达到这样的便利性，光靠更长的续航是不够的，还需要充电网络的普及和技术进步。如果充电桩和加油站一样密集，而且充电速度快得离谱，比如10分钟就能充到80%，那么续航的要求就可以适当降低，400至500公里的续航就够用了。反之，如果充电桩布局不完善，或者充电动不动就要等1-2个小时，那即使续航1000公里，也还是有人觉得不够。其实很多人的续航焦虑不仅是实际需求的问题，而是一种心理安全感的体现。燃油车一箱油能跑个700-800公里，甚至上千公里，这种数字听着就让人心里有底。如果电动车能达到1000公里的续航，哪怕平时开不到这么远，光是知道我不用担心电量的感觉，就已经让人放心了。而且1000公里的续航是一个象征性的目标，它不仅意味着电动车的技术足够强大，也让消费者真正相信纯电汽车完全可以取代燃油车。现在市面上已经有一些车型标称续航接近或超过1000公里，这也在向市场传递一个信号：续航焦虑未来可能真的不再是问题。当然，续航越长，电池容量就越大，车的成本也就越高。
电动车的电池本身占整车成本的很大一部分，如果盲目追求超长续航，可能让车的售价变得非常不亲民。而且电池容量增加了，车的重量也会增加，这对车辆的能耗、操控性能都有一定影响。所以续航并不是越长越好，而是要在满足需求的同时，做到技术和经济的平衡。目前来看，600至800公里的续航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目标，既能覆盖绝大部分的使用场景，又不会因为成本和重量问题让消费者望而却步。要彻底解决续航焦虑，纯电汽车的续航里程至少需要达到600至800公里，在一些复杂场景下，比如冬天高速行驶，依然能保持400至500公里的实际续航。如果想完全替代燃油车，甚至消除心理上的剩余焦虑，续航可能需要突破1000公里。当然，续航只是一个方面，充电网络的完善和快充技术的进步同样重要。如果充电像加油一样方便，那续航的要求就没那么高了。但在现阶段，续航的长短仍是消费者最直接的选择标准。用一句话总结：续航够长，充电够快，才是真正解决续航焦虑的王道。感谢收看本期视频，如果觉得感兴趣的话，用您细腻的双手给个免费的赞和关注，下期不见不散。